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晚安，欢迎来到琳达的睡前故事时间。今晚我要与你分享的是关于吸引力法则的奇妙故事。每一个故事都诉说着，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事物，全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。让我们一起在这些充满希望和奇迹的故事中，感受吸引力法则的强大力量。故事1：旅行基金的秘密。38岁的辛怡一直怀抱住环游世界的梦想，每当翻阅旅游杂志，看住那些异国风情的美景，她就心生向往，渴望亲身体验。然而，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压力总是让他望而却步。有一天，辛怡在整理房间时，无意间翻到了一本尘封已久的存折。那是他多年前为了旅行而专门开设的账户。看住存折上的数字，辛怡的内心泛起一阵涟漪。明确的愿景带来精准的吸引力。他想起吸引力法则的这句箴言，那一刻，辛怡做了一个决定，将环游世界列为自己的年度目标。他开始严格执行储蓄计划，减少不必要的开销，学习投资理财知识，并积极寻找各种兼职机会。一点一滴，聚沙成塔，辛怡一步步朝着目标迈进。1年后，辛怡终于存够了旅行基金，她带着满心期待，踏上了梦寐以求的环球之旅。站在异国的土地上，辛怡回想起一路走来的点滴，她深刻体会到，当你真心渴望一件事情，并且愿意付出行动，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。故事2：梦想画板的魔力。35岁的怡婷是一位朝9晚5的上班族，虽然每天过着规律的生活，但她心中始终怀揣着一个甜蜜的梦想，成为一名甜点师，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烘焙坊。然而，现实的压力和周遭亲友的质疑，让怡婷迟迟不敢跨出舒适圈。直到有一天，她接触到吸引力法则，并决定开始制作自己的梦想画板。怡婷剪下杂志上各式各样精美的甜点图片，写下我是一位成功的甜点师，拥有一间温馨的烘焙坊的宣言，并将梦想画板放在每天都能看到的地方。将注意力放在你想要的事物上。怡婷深信着这句话的魔力，日复一日，看住梦想画板，怡婷内心对梦想的渴望越来越强烈。她利用周末时间报名了烘焙课程，开始学习制作各种甜点，并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作品。凭藉住对甜点的热情和用心，怡婷的甜点逐渐受到关注，甚至接到了不少订单。最终，怡婷毅然决然辞去原本的工作，成功开设了自己的烘焙坊。当她亲手将亲手制作的甜点送到顾客手中，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幸福笑容，怡婷知道，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舞台。故事3：疗愈之手的诞生。在金融业打拼多年的嘉玲，
每天面对着巨大的工作压力，长期下来，失眠、焦虑不安等问题渐渐蚕食着他的健康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嘉玲接触到芳香疗法，并被精油神奇的疗愈功效深深吸引。她开始学习不同精油的功效，尝试用精油按摩来舒缓压力，改善睡眠品质。情感是吸引力的燃料。嘉玲在使用精油的过程中，越来越能感受到这句话的真谛。渐渐的，嘉玲发现自己对芳香疗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并希望能将这份美好分享给更多人。她利用下班时间进修，最终取得了专业的芳疗师证照，并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。现在，嘉玲每天都充满热情地为顾客调配精油，帮助他们舒缓身心压力，找回内心的平静。嘉玲的故事正是印证了，当你追随内心的热情，你将会吸引意想不到的机会与丰盛。故事4：美食部落客的诞生。淑娟是一位热爱美食的职业妇女，她不仅擅长烹饪，更乐于将自己制作的料理作品拍照分享到社群平台上，与朋友们交流美食心得。当你与你的愿望对齐时，你会感到轻松、愉快，并在生活中看到各种共鸣。淑娟一直相信着这句话。一次，淑娟将一道自己发明的创意料理照片分享到网络上，意外地获得了许多网友的赞赏和转发。网友们的鼓励激励了淑娟，她开始认真经营自己的美食部落格，分享更多食谱和美食心得，凭藉住对美食的热情和精美的摄影技巧，淑娟的部落格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粉丝。从一开始只是单纯分享兴趣，到后来与厂商合作，推广美食，淑娟在经营部落格的过程中，也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和快乐。故事5：感恩日记的奇迹。45岁的丽华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公司主管，家庭生活也幸福美满。在外人眼中，丽华可谓是人生胜利组，但她却常常感到不满足，总是羡慕别人拥有更多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丽华接触到感恩日记的概念，便开始尝试每天在笔记本上记录下生活中值得感恩的人事物。感恩是吸引力的放大器，丽华决定认真看待这句话。刚开始，丽华只写下一些简单的感恩事项，例如感谢家人朋友的陪伴，感谢今天享用了美味的餐点。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他渐渐发现，生活中值得感恩的事情远比他想象的多得多。持续写感恩日记，让丽华的心态变得更加积极正面，她也更加珍惜身边的家人朋友，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喜悦。故事6：投资女王的炼成。身为家庭主妇的美惠，一直希望能够透过投资理财，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。但她对投资理财一窍不通，每当听到股票，
基金等专有名词就感到头昏脑胀，总是害怕和却步。富裕是一种感觉，感受富裕，你就会吸引来富裕。美惠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，看到了这句吸引力法则的经典名言，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她。美惠决定正视自己的恐惧，并开始积极学习投资理财知识。她报名了线上课程，阅读相关书籍，并鼓起勇气向专业的理财顾问请教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，美惠逐渐掌握了投资理财的技巧，并开始尝试小额投资。她的投资组合稳定增值，也让她更有信心。最终，美惠实现了财务自由的梦想，更成为了亲朋好友眼中的投资女王。故事7：梦想退休生活的实现。50岁的秀英即将告别职场，迎来人生新的阶段。她心中一直有个梦想，退休后要拥有一间面朝大海的咖啡厅，过着悠闲惬意的生活。思想是种子，现实是果实。秀英将这句话作为座右铭，提醒自己。秀英开始着手规划退休后的蓝图。她学习咖啡制作、烘焙甜点，并积极寻找合适的店面。秀英的热情和行动力也感染了身边的人，大家纷纷提供协助，帮助她一起圆梦。最终，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中，秀英成功开设了梦想中的咖啡厅。每天早晨，秀英都会为咖啡厅精心布置，煮好香浓的咖啡，等待着顾客们的光临。在海浪声和咖啡香气中，秀英享受住属于自己的幸福退休时光。故事8：珠宝盒的秘密。亚薇是一位年近40的室内设计师，他的工作能力备受肯定，事业蒸蒸日上。然而，在感情路上却屡屡受挫，这成为了亚薇心中的一大遗憾。她渴望拥有一份真挚的爱情，却总是事与愿违。有一天，亚薇在整理母亲遗物时，发现了一个古老精致的珠宝盒。看住这个珠宝盒，母亲生前的话语在她耳边回响：这个珠宝盒是我祖母传下来的，听说里面藏着吸引幸福的秘密。亚薇小心翼翼地打开珠宝盒，发现里面只有一张泛黄的字条，上面写着短短的一句话：相信爱，你就会被爱包围。你如同磁铁，你所关心和在意的事情，无论好坏，都会被你吸引过来。亚薇想起吸引力法则的这句经历，亚薇开始反思。这些年来，她总是过于关注失败的感情经历，而忽略了自己内心对爱的渴望，才会让负面能量环绕着自己。于是，她决定改变自己的想法，开始相信自己值得被爱，并积极地参与社交活动。渐渐的，亚薇不再怨天尤人，她开始散发出自信和魅力，吸引了许多优秀的异性。最终，她找到了一位真正懂得珍惜她的伴侣，
两人幸福地携手走向未来。故事9：自信之光的绽放。40岁的淑芬是一位单亲妈妈，独自抚养着年幼的儿子。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，让淑芬总是充满自卑，认为自己不够漂亮，能力也不足。在一次亲子活动中，淑芬遇到一位充满自信和魅力的妈妈，看住对方的优雅从容，淑芬心中充满了羡慕。其实，你很漂亮，也很坚强，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。那位妈妈鼓励道：“你的生活就是你频率的镜像。”这句话如同一道光，照亮了淑芬的心房。淑芬开始正视自己的优点，她积极参与社区活动，结交新朋友，学习新的技能，不断提升自己。渐渐的，淑芬找回了自信，整个人容光焕发，生活也变得更加充实和美好。故事10：爱，重回美好时光，爱的疗愈。慧君和丈夫结婚多年，感情渐渐转为平淡，争吵、冷战成了家常便饭，往日的甜蜜似乎已遥不可及。慧君感到沮丧，却又渴望挽回昔日的幸福。想象力是创造的引擎。慧君偶然间读到这句话，决定尝试用吸引力法则来改善夫妻关系。她每天都花几分钟时间，静静地闭上眼睛，想象住和丈夫甜蜜的互动，一起牵手散步，一起做饭，一起聊天说笑。她用心感受着彼此的爱意，仿佛那些美好时光都重现在眼前。渐渐的，奇迹出现了。慧君发现自己不再那么容易被丈夫的话语激怒，反而会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。对待他也变得更加温柔和包容，而丈夫也感受到慧君的改变，夫妻关系逐渐回温，重拾往日的甜蜜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今晚的故事就像夜空中闪耀的星辰，每一颗都见证了吸引力法则的奇妙力量。心仪的环球之旅，怡婷的甜蜜烘焙坊，嘉玲的疗愈之手，还有淑娟用美食征服的网络世界，他们的故事是否也点燃了你心中那团渴望的火焰？你是否也渴望实现梦想，拥抱属于自己的奇迹？吸引力法则并非遥不可及的神秘力量，它就像呼吸般自然，存在于你我的每个念头、每个选择之中。想让它为你实现愿望，只需牢记这3把开启奇迹的金钥匙。描绘你的梦想蓝图，如同新一位旅行绘制的储蓄计划，清晰地描绘出你的目标，让宇宙接收到你明确的渴望，坚定你的信念之光，像怡婷用梦想画板点亮的信念之火。将愿望视觉化，深信不疑，你就能召唤出改变的力量，迈出行动的步伐。宇宙会回应行动者的呼唤，像嘉玲勇敢追随芳疗的热情，秀英用心经营咖啡厅那样，迈出你的步伐，奇迹就会在行动中绽放。现在请闭上双眼，
在心中种下你的梦想种子，感受它在吸引力法则的灌溉下，破土而出，向阳而生。晚安，愿你的梦境充满无限可能。一定要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琳达与你下次故事时间再见。